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整装出发去机场哈。20多分钟就到机场了哈。那这个几天哈，我们就基本上就结束了哈。从这个15号哈到今天哈，从11号到今天哈，15号是吧？今天15号。然后一共是4天半的一个旅程哈，在阿联酋今天就结束了哈。那我们去过阿联酋的很多地方，去过很多国家，我们现在一起回忆一下哈，大家去过几个国家，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哈？第一个国家，阿布扎比哈。阿布扎比。第二个国家。沙迦。沙迦可以。拉斯海马。拉斯海姆。阿基曼。开基曼。就那个海滩，就那个海滩。还有一个国家。迪拜好像还没有去哈。这就是迪拜啊。对啊，这5个酋长国，那大家印象中已经有5个了。那我们基本上能够记下来，大家能够说出来的还是有点印象的。后面还有2个哈，就是一个乌姆盖万，一个弗吉拉。这2个国家我没有去，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哈。那这是阿联酋的7个国家，我们去了5个哈，也非常值得去看到不同的风景啊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像拉斯海马的海啊，像迪拜的海、阿布扎比的、阿基曼的都各有一个风格，都不同哈，都有不同。那我们都去体验了一下哈，也算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。那我们一会儿就去机场，去机场之后呢，给大家去办理这个值机手续哈。之后呢，大家可以在美食店稍微逛一逛，逛一逛之后呢，就提前去这个登机口去准备哈。那这几天非常感谢大家哈，感谢大家玩得很开心哈，这个对我工作也特别支持，也特别理解哈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。然后呢，今天哈，这个早上哈，我听说这个他们早上开晚了，本来是周6和周日是7点半开，然后平时周1到周5是6点半开哈。但是我刚刚去前台问了一下哈，为什么今天会开晚的原因，是因为今天是伊斯兰教的新年哈，今天是过年，也是他们推迟了一天，但是忘记了通知这个事情哈。大家说今天过年大家觉得稀奇吗？对。他们的新疆人一样的是12月30号，12月31，对，新年哈，一样的哈。那他们的12月过年怎么在这个时候呢？是这样的哈，伊斯兰教大家记不记得我跟他们讲过哈，崇尚的是什么？是太阳还是月亮？月亮对不对？然后像中国的我们这个农历，我们是既观察月相，也根据太阳的行走轨迹，对不对？我们是2方面都会有结合。比如说我们有闰月，就能和这个公历，然后就对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是只看月亮，但是月亮的轨迹呢又和这个太阳啊2个联合起来它不一样，它绕一圈一年大概是354天，354天。我们一年是多少天？一般是365，闰年的话是366，对不对？那它也就是说，在平常的年份就比我们一年少了11天。那不就农历吗？他们就是农历嘛，就跟不是纯农历哈，我们农历有闰月的哈，就是少了11天，所以你算一下哈，一年少11天，基本上他们34个回历年，就比我们的普通的这个公历哈要少1年的时间，所以他们每年哈都会有变化，因为我们要早一些过年，所以他们每一年，比如说过年的时间也不一样，都会变。而且都是提前11天左右会有这个变化哈。那这一天呢，算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人民比较开心一天，不是最开心的一天啊，最开心的一天是宰神节，是最开心的。宰神节过年还要热闹。几月？宰神节大家应该知道是也叫古尔邦节哈，就是我们斋月结束之后啊，一个开斋宰神节哈，开斋节之后宰神节，这个是最为慎重的。那这个伊斯兰教新年呢，就也代表了这一年回历伊斯兰人民这一年过去了。结束了没有了？是伊斯兰教的文化和中国文化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哈，大家这几天也能够体会到一些。比如说我们在酒店里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酒店的上方天花板上面有一个箭头啊？有没有注意到？麦基大的方向，有的朋友看到了，有一个箭头，它指向的方向就是朝拜的方向，就是圣城麦加所的方向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箭头？就是有的人他不方便出来做礼拜，所以只能够在房间里面做礼拜。那他找不到方向，就依靠这个箭头去找方向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卫生间旁边，一般我们的马桶旁边有没有一个喷头啊？有没有喷头？有喷头对不对？这个喷头大家知道是干嘛用的吗？清洗的哈。这个阿拉伯的人民哈，他们一般是如厕之后哈，是不是直接用纸去擦，他们是先用这个水去冲洗完再去擦。那这个也
侧面的去说明了这边的人啊，他们一般这个身体的隐私部位相对比较干净，这边的痔疮非常少，痔疮非常少，但是日本人就是脚气非常多。但知道为什么脚气非常多吗？地毯，他们每次进行4礼拜都是要把鞋子脱掉的，必须脱掉，然后光着赤脚去。那虽然说每次都会去洗脚，但是每次也就是在马桶旁边，就好像是一个开放式的马桶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洗脚，只用水冲一冲，没有说用其他的去洗。那也他们脚气相互传染。其实这边有个景点叫做印度神庙啊，在阿联酋有个印度神庙很开放哈。那这个地方我去玩过几次，每次带游客去完之后，我那个脚就开始脱皮。每次都会产脚气，因为印度人也是一样的，进那个神庙都要把鞋子脱干净。再热的天哈，就是50-60度的天，都要把鞋子脱干净。然后那个地板就跟那个就是大理石地板，烧的跟那个锅一样，特别烫，都必须脱鞋的啊。这边脚气比较多哈。那还有一个病，这边也是比较常见的哈，就是在阿联酋这边，他们的头发容易出问题。第一个是脱发。大家别看他们头顶一块布看着很光鲜亮丽哈，但是把这块布拿下来，中间可能没有什么头发。地中海没有什么头发。那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白发多。这边的人白头发很容易长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水的问题。大家记得他们的水什么水啊？硬水还是软水？硬水。淡化水，对不对？淡化水哈。所以如果你长期在那边生活，要么就会白发，要么就脱发。那我在这边生活的时间算长的，大家感觉我应该是什么问题？青春年少正帅气，阳光帅气。那有看到我这个头发是染过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白发很多。我现在白发已经超过了我爸爸。我爸爸年纪也不大。对，水的问题，长期生活。矿物质不是，它是缺乏很多东西，缺乏一些东西，对，缺乏一些元素，所以中国人一下过来，他还是有些不适应。那有很多女孩子就会脱发，像我就好一点，我只是白发，我的发量很多，所以我会隔几个月就会自己去染一次哈。他说，那你为什么不去理发店染啊？比如说去理发店染，我连头发都是自己剪的，那剪的还可以哈。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剪的这缺一下那缺一下，但是哈，技术是可以练出来的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就练出来了，就靠自己剪。那你为什么不去理发店啊？我还说一下哈，如果你去中国人的理发店比较难找，而且很贵，一般来说在200迪纳姆左右剪一次头发，就很贵，而且你去那边很远，比较难找，而且还有时候还要排队很长时间，你可能没有那个时间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经济又实惠又方便，自己剪，这是一个方面。那女士一般也是不剪头发，不剪头发，因为这边呢，女士一般这个沙龙啊，一般做这种美甲啊，护肤按摩比较多，做这块比较多，很少有去剪头发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你在一个男士的理发店，有本地人的哈，有本地人理发店，有外国人理发店，你去剪它很便宜，只要几十迪拉姆，但是剪出来的效果你绝对想不到。那真的是进去一个出来哭一个，进去一个出来哭一个，笑着进说着哭，这样子的。而且哈，这边的男女界限很分明，就是男士只给男士剪，不会给女士剪；女士只给女士弄，不会给男士弄，分得特别细，不会中间具有变化。男的跟女的，女的跟男的，不会有这样子的。就像我说了一个很搞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内读高中的时候，在这个男厕所上厕所。总会有这个阿姨从你背后经过，有没有这个印象啊？经过再扫，然后你就会故意躲一下，那阿姨就会说：“哎呀，小伙子，我什么没有见过？”他有这个印象吗？上学，但这边就没有，这边就不会有。这边所有的男厕所里面都是男的这个清洁员工，女厕所里面都是女的清洁员工，都是这样子，就男女界限非常非常清晰哈。但你也不会觉得会这个被冒犯哈，不会哈，不会。那这边的厕所大家也看了，不收费的哈，不收费。虽然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一个君主制的一个国家，它是不收费的，是免费的。这个国家比较有钱，基本上我们去过的洗手间都还是比较干净的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人维护哈。这边这一块哈做的还是不错的。那在阿联酋的生活呢，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边我们会感受到一点哈，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是以前是这样划分的，就是这个有钱人他们的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蔬菜、水果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是在沙漠里面最难去买到的，也是最贵的。大家知道这边的水果有多贵吗？香蕉1公斤是15迪拉姆，就是那芒果超市。印度超市的哈。昨天我去的是印度超市，芒果超市。那个一般大家不会去买啊，只有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、南亚人会去买啊。给大家看点好一点的水果哈，这个是哈密瓜，新鲜的哈密瓜是432迪拉姆一个哈，是800多块钱。
然后再看点其他的日常一点的哈。这个是梨子啊，平时都会吃，对不对？韩国的秋梨哈，45迪拉姆一个哈，一个，上面有写哈。这个是桃子，这是哪儿呢？这是进港的，也是日本的桃子哈，这个是72迪拉姆一个哈，就是144块钱哈。那这个水果你说贵哈，不容易。那我们来看看蔬菜哈，看看这个蔬菜没有？这是涨价之前我拍的哈，最近更贵的哈，这个是9.95迪拉姆这样一个白菜，不好意思，半个白菜。它只有一个旁边有个菠萝，看到没有？跟菠萝一样大。这都是中国食物哈，进口食物。但是还有像金针菇，32迪拉姆100克，看看，青椒35迪拉姆100克，这是好的哈，这都是好的，但也有差的，就像您说的这个印度超市哈，10几迪拉姆，那这1公斤就是很差的，就是比较便宜的，所以这边的一个生活成本比较高。那土豪有钱人哈，在以前全部是吃这种蔬菜水果，有钱。普通人呢，去吃肉类，羊肉、骆驼肉，牛肉等等，鸡肉这一块儿，那也有个好处，就是在这边的肉类比较便宜，就是鸡肉、牛肉、羊肉，它几乎是一个价格差不多的。就中东这块的肉哈，你买这边的肉，那你买这种外国什么澳大利亚呀、日本的和牛啊，那就很贵哈，就很贵。我们现在在国内那边大概牛腩一斤多少钱？牛腩，对，牛腩30-50吧，30到50。这边只要10几块钱一斤，只要10几块钱一斤。羊肉呢？也是羊肉、鸡肉也是一样，鸡肉也要10几块钱一斤，也得10几块钱一斤。它的肉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在这边吃肉是一个很划算的事情。你可以天天大鱼大肉都可以，很划算。那还有一些穷人，猜他们以前的穷人吃什么？吃海鲜。这边的波斯湾里面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海鲜特别多，但是不能钓上来，不能钓鱼，渔网去捞它，不能钓鱼。你去钓鱼就要被政府抓起来，这是违法的，因为你伤害了这个生灵，伤害这个鱼类，要被抓起来判罚1万迪拉姆的罚款和1年的监禁，属于去伤害这个野生动物。这边哈，我最近看到很多国内上虐狗虐猫的一个重庆的那个什么山姆哥，对吧？很火啊，在网上。他这种人在迪拜哈就很难去生存。这边的鸟类你发现没有，不怕人的，这边不可以去伤害他们的，你不可以碰他们，把他们鸽子抓了回家就煮汤喝、煲汤喝，不可以的。这边绝对不可以伤害，直接被抓起来。不管什么小动物都不可以，但蚂蚁没人管啊，因为我老是踩死蚂蚁，但蚊子也没人管。这边的动物保护比较多。那这个鱼类不能钓，为什么不能钓呢？如果你去网它，用网是可以的，用钓是不行的。第一种钓你是用取乐，第二种呢你是利用它的一个本性，就是它的贪欲，把它抓起来，而且它不是自愿被你钓起来的，是被你骗上来的。然后它被骗上来呢，而且还是经历了痛苦，所以它的灵魂是不干净的。那灵魂不干净，身体肉身也不干净的，所以穆斯林也不会去吃它。这边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点啊，所以在阿联酋近海边上几乎没有钓鱼的，有钓鱼的你就会发现它没有鱼竿，拿着一根鱼线和鱼钩往那边一丢，然后再钓，偷偷钓，警察来了鱼竿鱼线一丢就跑了。这边都是这样子啊，不可以钓鱼哈。有南亚的嘛，那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、孟加拉国、斯里兰卡都很喜欢钓鱼的，对，所以有时候偷偷钓哈，钓着不知道他们钓回去吃没吃哈。但这边的海鲜如果是本地海鲜真不贵哈。我们这边有海鲜市场，还是比较平价的，但是哈，你要买回去自己加工才可以。如果你在当时在他那里加工，他那个加工的价格会比海鲜贵1倍，加工的价格很贵哈。当然呢，现在这个吃海鲜的人不多了，确实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吃哈。那他们一般过年，像今天哈，司机把他送完之后，他们就回到这个草坪上载歌载舞，下午的时候，然后一起搞着这个我们吃过这个曼蒂哈，就是上面放了牛肉或者羊肉或者鸡肉，上面是这个红花米饭，伊朗红花米饭，然后坐在这个草坪上面，然后拿点水果，拿几个黄瓜，拿点生的这个菜，然后在这个草坪上面倒上几杯可乐，就开始下午就会去玩了。那大家说穆斯林有没有喝酒的？有。那是不纯的，那帮人是要大多数穆斯林都是不喝的，但是哈，如果有跟中国人接触很多的穆斯林也会喝酒，也会喝酒，但是回民一般都不喝酒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有很多人哈，比如说我们之前组织了这个阿拉伯当地人去这个中国旅游，去上海那边，出去之后他们也比较放得开，
就好像在国内的很多规矩就没有去顾他的。吃东西他也不问他是什么清真餐厅，但这边没有讲究什么清真餐厅啊，这边从来没有，只要能在阿联酋开的他们都能够吃。而且他们有一点还是蛮好玩的，就是他吃的这个东西之后，比如说他吃的是猪肉，只要他吃之前他不知道，事后你告诉他，他都觉得上帝会原谅我的。但是在回民就不行，在中国就不行，回民要知道你这样去对他，他一定会打起来的，肯定会闹得很凶哈。是这样子。那尤其是阿拉伯当地哈，阿联酋当地的穆斯林非常非常虔诚，非常非常善良。那还有很多的穆斯林哈，像我们中国有回民啊、维族啊、维吾尔族啊，像他们司机巴基斯坦也是一样的。今天过年哈，这个起得很早，昨天晚上应该是睡得很早，没有去潇洒，没有去玩哈。这一天，那像他们的生活就对阿联酋就有很大的一个对比。你看阿联酋就是真的是每天大鱼大肉。豪宅、游艇、豪车，那他们就没有。你看他们哈，像他今年34岁哈，还看得出来吗？34岁哈，就比我大2岁。他压力很大，一个月虽然只有2-3千块的工资，但他压力很大，因为他需要一个人去负担整个家庭的开支。他说谁不是啊？但是他们这个家庭就有点大了，有他的父母，有他是家中比较有能力的人来到阿联酋，要赡养他的父母。他有弟弟妹妹还比较小的，要供他们上学。他都34岁了，还有弟弟妹妹在上学，还有的。然后他还有未婚的弟弟妹妹，然后出嫁结婚也是靠他。以后甚至他的弟弟妹妹的孩子长大了没有钱上学也是要靠他，所以他基本上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一个全家。那他们一个月就2-3千块的工资，然后他说住什么？杨导，你一个月住不是花1万块钱人民币吗？他们住就是比如说他们有10个人住一间房子，一人一个铺，他们没有这个私人的厕所，都是去到外面的公共的厕所。而且跟大家说一点哈，他们睡觉没有空调，他们住的地方没有空调，就像劳工营一样，就真的是劳工营。像中国的这个我们劳工条件还是蛮好的，这个虽然是板房里面都有空调的，他们是没有的，因为很便宜，一个月均下来就200-300块钱。对，就200-300块钱。对，他是属于比较整齐的司机，所以他每次上班之前，你看他会衬衫、西裤、皮鞋，这一会儿，当然他有时候也穿拖鞋，这边穿拖鞋也是一种这个礼仪，还有一种礼仪，会这样子。他会提前去找个地方去洗澡，洗干净，早上洗漱完才来。就他每天早上要花很长时间去准备，然后再过来，要不然大家一上车，你会闻到整个车都是他身上的一个臭味。所以他比较注重自己哈。那第一天大家说那个香味有点受不了嘛，因为他也是注重自己。不管怎么洗，阿拉伯人身上散发味道还是多一些，所以会去喷一点香水，淡淡的哈。大家知道中国人不喜欢太浓的，就喷到淡淡的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你看生活很差的，一个月的开费花销可能就只有500。